今年 iPhone 要出折叠屏了，这就是非常接近真机的机模。它的存在很久以前就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有朋友还因为它跳过了去年的 iPhone 17系列，正在持币观望中。非常明智。如果我们还停留在2023年的话，但我们是处在一切都在疯狂涨价的混乱的2026年。今年的情况还挺特殊的，还有不到4个月就要上市，除了外形确定长这样，其他功能特性因为很多的曝光，基本上也已经尘埃落定。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年即将推出的 iPhone 们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估计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不用再持币等待。首先 ，iPhone 18。这 iPhone 18怎么用啊？今年最大的变故就是没有标准版 iPhone 18。苹果前所未有的把 iPhone 的发布分成了2轮，今年只会发布 Pro 系列和折叠屏 iPhone Ultra 都很贵，普通版 iPhone 18系列会延后到2027年春天，而且新的普通版 iPhone 18系列和17比也没有很大变化，外观和功能都没有新增。唯二的变化是前置摄像头的像素数从1800万升级到了2400万，以及芯片换成了 A20，2纳米制成，这意味着性能和能效都有不小的提升，而且内存从8GB 上升到了12GB。苹果延后18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要让供应链尽可能的把产能贡献给18 Pro 和 Ultra， 因为他们的新零件更多，生产难度更高。总之，如果你原计划是要买 iPhone 18的话，那还不如你早点买打折的 iPhone 17比较划算。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然后就是2026年最重磅的发布 ，iPhone 的首个折叠屏 iPhone Ultra。这个手机也太备受期待了，很多人会觉得它的出现就可以重新定义折叠手机，把折叠屏带向主流。毕竟苹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不求最早，只求最好。但是在了解这个手机如何革命，能他人所不能之前，我觉得需要让大家先知道它的价格。18000元。基本上所有的泄露都指向 iPhone Ultra 256GB 最低配会卖到$2000以上，很高概率是$2300。换算成国行的话是18500。18000是什么概念？18000可以买一个 LV 了，18000还能买到。师傅，你这一车苹果多少钱啊18000。最近几年的 iPhone 稍微有一点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感觉了，搞得我都快忘了以前它可是有肾的名声的。现在这个超有辨识度、装逼效果最强的 iShen 它回归了，它重回了轻奢地位。我都能想到 iPhone Ultra 发布当天，各大平台各种关于价格的热搜，各种议论，肯定要吵上天。好了，那现在大家把这个定价装在心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 iPhone Ultra 到底和别的折叠有什么不同。目前市面上的折叠大概就会有3种：大折叠、小折叠和3折叠。小折叠相当于把普通手机对折，功能弱、续航低，美丽的小废物。大折叠外屏是普通手机，翻开以后变成正方形，大屏确实是大屏，看文档网页视野很好，但是看视频黑边太多，实际显示面积和普通手机差不太多。3折叠翻开以后比例面积都相当于是10英寸的平板，最有用但也最贵，而且折叠起来的状态很厚，折痕也很明显。也就是说，无论你能够付出多少钱，你目前都买不到一个所谓完美的折叠屏手机。iPhone Ultra 的话，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新物种，也就是第4种，它有3个关键词：比例、折痕和妥协。先说比例 ，Ultra 最特立独行的地方是它是护照式折叠，合起来像是一个小册子。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不论翻开看横屏，还是在外屏刷竖屏，黑边都能接受，比正方形沉浸得多。毕竟是口袋里的 iPad mini 嘛。iPad mini 最擅长的阅读、刷视频、看视频、玩游戏、打字这些任务 ，iPhone Ultra 的内屏都能承接，毫无压力。敏锐的观众应该已经发现，视频的 B 肉从中间开始就换成了一个很像是真机的东西。它其实是华为最近刚刚发布的 Puro X Max， 我买来展示的，因为它和 iPhone Ultra 尺寸、厚度比例几乎一模一样。这个万金油比例对应的数字也很神奇，不是常见的4:3啊、16:10这种，而是根号2:1。根号2:1对折之后，它的比例还是根号2:1。A4 纸就是这个比例，对折之后就变成了
A5。难道苹果是想减轻开发者对不同比例的优化工作量？不过 Ultra 的神奇比例也不是没有牺牲品，就是外屏很矮很宽，打字很不方便，键盘还会遮挡一大片屏幕，咋办？Apple Intelligence 语音输入。然后是折痕 Ultra 第二个特立独行的地方，虽然在机模上看不出来，但是 iPhone Ultra 的屏幕据说是几乎没有折痕的。苹果利用了液态金属铰链和自适应 OCA 光学胶，让 iPhone Ultra 的折痕最终会控制在0.15毫米以内。这也是苹果憋了这么多年没有出折叠屏的原因，因为它肯定不想做三星的跟风者，既然要做，就要默默努力，然后突然出现，惊艳所有人。我猜效果可能会和 OPPO 今年新机差不多，实际怎么样，只能等肉眼看真机了。很期待发布会了。Can't innovate anymore, my ass. 最后就是妥协，主要有3点。第一，Face ID 没有了。虽然 Ultra 的内外屏这里都有一个灵动岛，但是它们里面只有摄像头，没有 Face ID 模组，应该是机身太薄塞不下了。取而代之的是电源键上的 Touch ID。不喜欢这个，不如以前 Home 键的 Touch ID， 也远不如 Face ID， 很大的妥协。第二个，相机只有2个镜头，没有长焦。我觉得长焦还是挺重要的。作为历史上最贵的 iPhone， 它竟然比 Pro Max 少1颗镜头，会让我觉得它不够 Ultra。第三 ，MagSafe， 这个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只是如果你看18 Pro Max 的机模，就会发现上面画出了 MagSafe 的位置，毕竟这是给配件厂商做配件用的。MagSafe 的位置很重要，但是 Ultra 的机模上就没有。我真的希望是机模的问题，而不是它因为太薄放不下。MagSafe 的配件生态是 iPhone 最棒的属性之一，真的不要舍弃啊！剩下就是一些称不上惊喜，也称不上是妥协的细节，比如 iPhone Ultra 展开以后，厚度大概是5.5毫米左右，比 iPhone Air 更薄，但比很多最新的折叠屏要更厚。当然也塞下了 iPhone 历史上最大的电池，容量在5400毫安时和5800毫安时之间。Ultra 理所当然也用上了最新的2纳米制成 A20 Pro 芯片，这些芯片和苹果自研 C2 基带封装在一起，更进一步降低了能耗，所以这次的续航应该会是相当不错的。展开以后，扬声器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左上角和右下角，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音量键在顶上，和 iPad mini 一样左右排布，左边是音量加还是右边是音量加，这件事情就跟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之争一样，人类是不可能达成一个共识的。这说明肯定至少有1半的人买回来就要默默的去适应。总的来说 ，iPhone Ultra 确实是一个可能卖到18000多，可以对折放进口袋的 iPad mini。它确实会带来一些实用性，但它肯定没有带来任何性价比。所以我感觉它的外观辨识度才是它最大的卖点，是苹果最新轻奢定位的产品，想要掏走 Pro Max 用户手里那剩余的预算。前面说了这么多 Ultra 的妥协，那你可能会想，那我干嘛不买一个 Pro Max 呢？长焦有 ，Face ID 有 ，MagSafe 有，还便宜1万块，确实。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18 Pro Max 今年到底升级了个啥。主要都是在内在、芯片和镜头。芯片和 Ultra 一样 ，A20 Pro 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台积电2纳米的芯片，突出一个性能更强，而且能耗更低。配合着更大的电池和新基带 ，iPhone 18 Pro Max 的续航肯定是 the best iPhones we've ever made。镜头应该是今年 Pro Max 最大的噱头，主摄的摄像头将具备可调光圈，从以前的固定 f1.78 变成 f1.4 到 f2.8 可调节。安卓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有特别大用的功能。可调光圈在相机上特别有用，是因为相机传感器很大，而光圈变化范围也大。对于 iPhone 这种小传感器的相机来说，唯一的作用就是放慢快门，拍视频的时候看起来会有更自然的动态模糊，流畅一些。相比可变光圈，最大光圈升级到 f1.4 效果会更明显，会有显著更好的暗光表现。顺便，长焦镜头的光圈也会变大，前摄的分辨率也会增加到2400万。总之，18 Pro Max 的相机硬件算是小碎步的进步了一些。另外，听说这次 Pro 也会有 eSIM， 只有1个实体 SIM 卡槽，看来实体 SIM 离寿终正寝不远了。而18 Pro 系列的外观就只有微小的变化。
只局部微微变厚了 0.05 毫米，甚至17 Pro Max 的外壳都有可能直接套上。外观唯一的变化就是这里，灵动岛变小了，因为 Face ID 的一部分传感器被挪到了屏幕下面，以及新颜色大樱桃红、浅蓝、深灰和之前的银色，以及背面的玻璃颜色会更贴近铝合金，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大的色差。不过，所有这些升级和改动都不如一个没有变的东西更加令人心动，那就是价格，它竟然没有涨价。即使存储和内存不断起飞，还用上了更昂贵的2纳米芯片，18 Pro 还是将维持和17 Pro 相同的价格结构，多出来成本苹果竟然自己吃下了，也可以说他们被转嫁到了 iPhone Ultra 的用户头上了。总之 iPhone 18 Pro 在这个什么都在涨价的年代，虽然没有什么新花样，但可能是最赚的选择。如果是想买 Ultra 的话，可以多看看今年的开发者大会，肯定会暗示一些折叠屏能用上的神奇软件功能，而且到时候开卖也可得盯紧了，用了这么多新工艺，产能肯定会受限。这年头真的是早买早享受，晚买买个